欧洲议会周四通过有关冻结批准中欧投资协定的动议，并声称将中国撤销对欧方制裁作为批准有关协定的前提。针对欧洲议会的粗暴动议，中国外交部指其罔顾事实、颠倒黑白。观察指，中欧投资协定出现波折的背后，有着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施压欧洲的背景。如果欧洲盲目跟随，只会毁掉与中国合作的大好局面，割自己的肉补美国的肥。另外，下个月将举行 G7 峰会。根据提前披露的联合声明内容，矛头依然指向中国。日本经济新闻周五发表对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的独家采访内容。茂木在采访中透露，将于6月中旬在英国举行的 G7 峰会，其成果将基本采用 G7 外长会议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的内容。深圳卫视注意到，5月5号发表的 G7 外长会联合声明就涉疆、涉港、香港和南海等问题表示所谓的关切，并声称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论坛和世界卫生大会。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指出，七国集团外长会公然插手中国的内部事务，搞开历史倒车的集团政治，这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干涉，是对国际关系准则的肆意破坏，违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周四，欧洲议会则通过一份涉华议案，要求冻结中欧投资协定，直到中国解除对欧盟方面的反制裁。事实上，欧洲议会完全是倒打一耙。中欧此次关于制裁的交锋，谁先谁后，是非曲直十分清楚。今年3月，欧盟不顾中方多次解释澄清，跟随美国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由，对中国4位官员和一个实体实施制裁。随后，中国宣布对欧方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利益、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10名人员和4个实体实施制裁，其中包括5名欧洲议会议员。央视国际锐评指出，欧洲议会要求中方取消反制裁，相当于要求中方在遭污蔑攻击时不能反抗。这样的要求除了荒唐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词可以形容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五指出，制裁对抗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也不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相处之道，对话合作才是正道。中欧投资协定是一份平衡、互利共赢的协定，不是谁对谁的恩赐。中方始终抱有诚意，促进双方合作，希望欧方同我们相向而行，少一些情绪宣泄，多一些理性思考，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正确决定。中欧投资协定符合中欧双方的利益，为大批欧洲企业所期待。那么，欧洲议会为何还要背道而驰呢？观察指，一直以来，欧洲议会与欧盟委员会和各国政府在功能和关切上不尽相同，对华噪音也更多一些。特别在美国拜登政府谋求加强同盟体系的背景下，欧洲议会中的反华势力受到了鼓励。与此同时，欧洲议会中一些发起动议的议员，多多少少都和美国存在各种各样的关系，包括参与美国人主导的一些机构或者一些项目，因此不排除美国对决议施加一些直接影响。欧洲议会很明显是想在人权和所谓价值观问题上向中国泼脏水，通过在中欧投资协定这样一个动作来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同时欧盟方面也非常明显想将中欧投资协定暂时终止审批进程的责任推给中方。另一方面也很明显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动作向美国像这样的所谓盟友来进一步的示好。冻结之下，外界关心这份决议会对中欧投资协定以及中欧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有分析认为，欧洲议会此项决议并无法律效力，欧盟及欧盟27个成员国政府都没有表态支持冻结协定，而欧洲的主要大国和有识之士也对此提出质疑。德国总理默克尔周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德国与中国在经济上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他还呼吁欧洲要保持与中国对话。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周四呼吁欧洲不应对中国施加任何制裁。在他看来，阻挠中欧投资协定也将对亟待复苏的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事实上，2020年欧盟 GDP 下降 6.2%， 深陷衰退危机，而中国经济已重回正轨，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速高达 18.3%， 而欧元区 GDP 持续萎缩。在此情况下，中国与欧洲究竟谁更需要中欧投资协定这样的重大利好？答案不言而喻。
德国经济周刊还指出，不少欧洲企业担心，若中欧投资协定被无限期延迟，欧盟企业就失去了在电信、金融服务等服务领域更多的进入中国大市场，可能让美国等其他地区的国际企业比欧洲企业在中国更具政策优势。观察人士提醒，欧洲如果盲目跟随、玩弄政治手段，让投资协定节外生枝，只会毁掉与中国合作的大好局面，割自己的肉，补美国的肥。欧盟之所以最初启动中欧投资协定的一系列进程呢，还是因为欧盟希望能够抓住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展机遇。市场的眼睛呢是雪亮的，中国呢作为一个资本的巨大的吸收国，或者说中国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是所有国家、所有企业都能看到的。欧盟呢实际上冻住了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国家在中国的更多商机，当然会给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地区在中国呢创造更多的机会。这一点呢，实际上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